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讲述的是临摹书法时的基本观念。还记得以前有一次看书法展，有一位老爷爷走过来传授心得。他说呢，取法乎上，仅得其中；取法乎中，仅得其下。大概的意思是，学习上等的书法，只能得到中等的精髓；学习中等的书法，只能得到下等的皮毛。所以要培养鉴别的眼光呢。这一点让我想起了书法老师常说，临摹碑帖要以古人为师，而非学习老师本身的字。老师的用笔只是参考，因为其中带有自己的习气。试想，书法门派何其多，每个书法家都有自己的理论。所以初学者们就像进到菜市场一样，挑选青菜啊、萝卜啊各有所好，根究底就是选择上的问题而已。有鉴于现代网络资讯发达，可以观摩各个书法家的作品，或者是他的笔法，学习各家的特长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书法从读帖鉴赏到临帖摹写，观念是主，技法是辅。如果只有技法纯熟而无观念运筹，则是匠气横生，甚为可惜呢。但是仅有观念，缺乏练习，顶多只能成为鉴赏家或者理论家而已。所以说，两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首先从执笔说起，有些书法家主张运腕，有些书法家主张运轴。例如宋代书法家米芾主张运轴，他说：“以腕着纸，则笔端有指力而无臂力也。”意思就是，如果手腕放在桌子上，那么笔端只有手指的力量而无手臂的力量。所以执笔时，指实掌虚，悬肘提腕，才能发挥最大的比例与巧劲。常年习惯悬肘以后，站着可以写大字榜书，坐着可以写小楷，八方兼备，灵活而不受限制。初学悬肘，先苦后甘，再写整腕，就变得相对轻松许多了。因为届时已熟悉结体以及运笔，可以用整腕来表达小字的细微之处。整腕需注意右手边沾墨破坏画面的情形，提腕以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所以说，古今许多书法家都是主张以悬肘入门的。悬肘运笔时，身体肩膀尽量放松，以肘来去，手动指捻。下笔前，意在笔先，心中构思出笔法维度，落笔时体现章法不白，以意志去驾驭这支毛笔，表现出你要的精神面貌。行笔时，中锋为骨，侧锋取势。起笔、收笔、转折处，若要笔随势转，等到熟练之后，行笔间自然能绞转翻腾，变化无穷。初学临摹时，记得读、写、对、改。所谓读，就是分析碑帖的笔法、结构、章法等等，然后下笔摹写，写完之后校对异同之处，最后将其改善。初临追求整体上的形似，而变临多次以后呢，贵在能得其神韵，化为己用。
以上就是本集所讲述的内容。那么下一集的话，我们将会来分析隶书的笔势与走向。那到时候我们再来一一为各位探讨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